到斯嘉丽·杜兰特甚至愿意喝她的洗澡水。作为好莱坞的性感符号，她交往过的男友那名单拉出来，简直就是男神收割机的顶级战报。2004年，年仅20岁的斯嘉丽已经是美的是惊心动魄。摇滚乐队少年主唱杰瑞德·莱托呢，为她是神魂颠倒。MLB 传奇球星德里克·希特也曾是她的露水情缘。2005年，他和少女杀手乔什·哈奈特因戏生情，甚至呢走到了订婚的地步。后来呢，又和死士瑞艾·利诺兹呢有过一段2年的婚姻。紧接着呢，又和比他大整整24岁的奥斯卡影帝西恩·潘陷入了爱河。再后来呢，是法国记者罗曼·达瑞克两人结婚生女。你看他的每一段感情都闹的是轰轰烈烈。她就像是一个骄傲的女王，在情场上巡视着自己的领地，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从来不拖泥带水。而她身上呢最致命的那个性感标签，则是在她穿上那身黑色紧身衣之后被放大到了极致。在漫威的镜头下呢，黑寡妇成了一个被彻底物化的符号。在早期的电影里漫威甚至不允许她把胸前的拉链完全拉上。斯嘉丽在后来的采访里也自己坦言，穿着那身衣服让她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她觉得自己被过度的性感化，还要面对来自同行和粉丝的无休止的骚扰。那你可能会说了，好莱坞的性感女性不都这样吗？是的但是同样是被贴上性感花瓶的标签，有人呢被这个标签毁掉了整个事业，而有人呢却能把它变成自己登顶的垫脚石。要看到寡姐的段位，你必须得把她和另一位性感尤物梅根·福克斯放在一起看。梅根·福克斯呢，当年凭借变形金刚呢同样是火遍全球，但她呢被导演迈克尔·贝用极其侮辱的方式物化之后呢，选择了用最刚烈的方式公开首次导演。结果呢，她被整个好莱坞联手封杀，沉寂了将近10年。她的反抗是激烈的，是以卵击石的。而斯嘉丽呢，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她不吵，她不闹，她把所有的不公和骚扰呢都咽了下去。她用10年的时间在漫威这个由男性主导的宇宙里默默的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她把黑寡妇演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有血有肉的灵魂人物。她在等一个可以掀翻桌子的时机，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呢，她用自己的才华呢打了所有只能看到她身体的人的脸。很多人都忘了在成为寡姐之前，斯嘉丽是好莱坞最受瞩目的文艺片女王。她是童星出身，8岁就开始演戏，19岁呢就凭借着一部《迷失东京》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后。2013年呢，她更是干了一件惊掉所有人下巴的事情，在电影《她》里面全程只靠声音就演活了一个让男主角爱上的人工智能。她用这个连脸都没有露的角色拿下了罗马电影节的影后。她用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向全世界证明，我斯嘉丽·约翰逊即便是没有这张脸，没有这副身材，我依然是最牛的演员。当她的底气和实力都积攒到了足够的时候，她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獠牙。先是和漫威的薪酬骑士硬刚，凭什么美国队长和雷神能够拿到几千万的片酬，而他这个元老级的复仇者却只有他们的零头呢？他一步步争取，最终呢在黑寡妇独立电影里拿到了和男主同级别的2000万美金的片酬。但这还不是最狠的。2001年，迪士尼在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呢，擅自将黑寡妇的独立电影在院线和流媒同步上映。这个决定呢，直接影响了他上映的分红。这斯嘉丽他是怎么做呢？他直接一纸奏章把这个迪士尼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电影帝国告上了法庭。那一刻呢，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性感符号，他成了一个敢和资本正面宣战的超级女英雄。最终呢，双方和解迪士尼呢向他支付了超过4000万美金的额外赔偿。这场官司呢震惊了整个好莱坞，他用自己的胜利为所有被资本压着的演员，尤其是女演员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如今的斯嘉丽呢早已经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大女主，她和现在的丈夫科林·乔斯特呢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她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开始去掌控属于自己的故事。你看这才是一个女人最性感的样子。她的性感从来就不在那件拉不上的紧身衣里，而在于她那颗永远都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她的强大的心脏。她用自己的人生呢给我们上演了一出最精彩的女英雄的进化史。